根叔，咱们好久没在一块吃饭了。是啊，你比原来瘦多了，你呀今天要多吃点。本来呢，应该去家里拜访您的，还麻烦您专门来城里一趟。哦，小叔跟我说了，你现在在卓越上班，特别优秀。啊，他创业的事儿我也都知道了，你对他有恩，他却以怨报德，是我没教育好他，我在这儿替他给你赔个不是。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年轻人嘛，有自己的想法，也有自己的选择。不过好在啊，现在算是合作上了。难为你，还能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你呀，跟安先生一样，都是真正善良的人。对了，根叔，以前你有见过这个人吗？他是开远商贸的老总，叫王开。王开，王总。哦，这个人我见过一次。爸，王总是自己人，非常可靠，您可以放心的。这件事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安总不放心也是正常，不过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您可以慢慢考虑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人家王总可以等，但是咱们银行欠款等不了，员工下个月的工资等不了，咱们没时间了。周元真的说，王总是自己人吗？那您见过他跟王总单独在一起过吗？那倒没有。不过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，那次我送他出门的时候，他上了一辆颜色非常特别的车。当时我跟陈阿姨还在争论呢，这车到底是青色还是绿色的，所以印象特别深。后来怎么了？哦，后来周先生和米小姐在一起之后，我才知道这车是米小姐的车。王开当时上了米露的车，您确定吗？米小姐的这辆车颜色太特别了，我一定不会记错的。这么说，王开和米露当年就认识。既然睡不着，那就喝一杯吧。根叔说的没有错，王开和米露的确是认识的。重点是，他们还是老乡，都在罗泉镇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今晚我们先好好睡一觉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去罗泉镇看看。好。喝吧，明天我会叫你的。
多久啊？还有1个多小时，你要不要继续睡？我不困。我给你发微信没回，我就知道你没睡醒。你不会忘了今天要跟房东见面吧？没有吧？郎总不在吗？一大早的就出去了，第一个当啷的还给我吵醒了1次。哎，安安姐也走了，还跟我说有事要出去2天。他俩什么情况啊？你管他俩呢？你给我醒醒！叶凯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再不把房东搞定，咱们退戒指的期限可就到了。操！陪我换衣服。合同呢，我照模板拟好了，你们2个人看一下，要是没有什么问题，今天就签了。好。哎，彭先生，您的飞机是哪天呀？下个月5号。哦，那还来得及，我们购房款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好，你的咖啡。谢谢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再帮你们换一杯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去趟洗手间吧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帮你们再换一杯啊，谢谢啊。不好意思啊。你们2个还没结婚吧？其实啊，上次咱们视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们不像2个刚结了2年婚的夫妻，而像是热恋中的情侣。这么明显吗？他刚摘戒指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，戒指没有压痕。彭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们确实不是夫妻，我们只是男女朋友。我们只是太想在这座城市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了，所以才骗了你。我懂，我也曾经和你们一样，10几年前我也是这么过来的。这套房是我在这里的第1个家。那这合同签字生效。真的？不过这房子没有了，还有下一套。人嘛，要抓紧了。我也能看得出来，你们感情很好，我不会觉得你们会骗我。谢谢你。喂，我醒了，你在哪儿？安宇，我刚才去镇上的中学一趟，王开没有任何的消息，只知道他有个弟弟。有一个弟弟。那我们去哪儿找？不知道。我看这个镇也不太大，要不我们去问问吧，说不定互相都认识。
你好。我这照相馆在这开了快40年了，镇上的孩子我基本上都见过的。这个人看着面生，这是他后来的工作照，小时候或许没有那么成熟，您再好好想一想。咱这镇上的孩子毕业照啥照都在我这儿照的。你看，这个人还是没印象的。这是米露吧？对啊，老米家的闺女。这孩子从小就长得漂亮，也爱在我这儿照相。还有个小伙子跟他形影不离的。小伙子啊，哎，对了，那小伙子上大学那年，他们还在我这儿照了一个全家福，全家福照的蛮不错的，我还把它特意放大了，还在我这儿挂小半年呢。那张照片你还有吗？我给你找找看吧。还记得这张照片吗？记得，当然记得。我复习的第2年，就考上了财经大学的金融系。奶奶特别高兴，办了3天的流水席，然后就拉着咱们俩去拍的这张照片。后来我也考上了大学，就把奶奶一个人留在这个房子里面。她那会儿老给我打电话，跟我说些有的没的，什么天亮了，花开了，门口哪个小贩又走了。可是我现在明白了，她就是想我了，一直说要来玉清看看我的。结果现在，奶奶会知道的。你是个孝顺的孩子。别太自责了，我。你也忙了一早上，剩下的让大伯来张罗吧。休息一会儿，吃点东西，好吧？好。看，就这个。他们俩居然从小就认识，为什么我在大学里一点都不知道？周渊居然是在这儿长大的，他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我爸入狱，我坐牢，都和他有关系吗？这个小镇还藏着多少秘密？
可怜了米露。这孩子从小孤苦伶仃的，到现在，他唯一的亲人也没有。王总，安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儿办点私事。你也认识米露？我和陆姐从小就是邻居。王总，我们可以坐下来聊聊吗？好啊。你哥是王开？嗯。我哥以前总说这里有多美多美。所以他也是在罗泉镇长大的。嗯，他小学毕业才离开的罗泉镇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出了国，他得了胰腺癌，出国就是去治病的。3个月前，医生宣告他治疗无望，也回国了。请问一下，他现在在哪家医院？你们2个好像对我哥很关心啊。我想见见他。好。王先生您好，我叫安宇，我的父亲是韩文斌，新城集团的董事长。之前他跟您有一些生意上的来往，他已经过世了。我有些问题想问问你。父亲过世，他在入狱之后突发了心梗，在牢里过世了。所以这件事情您是唯一的知情者，您可以把真相告诉我吗？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法院的判决就是真相。我的父亲是在牢里过世的，我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，很多问题我连问的机会都没有。我最近才知道，这件事情很可能还涉及到我的前夫。你可以把真相告诉我，解开我心中的疑惑。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别走。走。走。快走。安小姐，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但我哥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请你不要再逼他了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先告辞了，走吧。如此说来，你跟这位姑娘并无深交。乔峰道：“她只是我一位朋友的丫鬟。”薛神疑道：“阁下那位朋友是谁？想必与阁下情如骨肉，否则怎能如此推爱？”乔峰摇头：“那位朋友我只是神交，从来没见过面。”他此言一出，听上群豪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前天那章没读完，我怕芳芳等着急，我就想，不是让你不要再来了吗？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？方总监，你刚下班吧？是不是还没吃饭啊？我刚买了2份饭，你可以先吃一点。如果你不经我的同意再来的话，我就报警了。方总监，你别生气，我刚好还有点事儿，我现在就走。你先把饭吃了。
随便的爱在说，身体却是诚实的，被动的眼帘中结果，感觉如骨架洒脱，有没有选择把最爱的人伤得最深？对你也对自己。方总监，什么事儿？您昨晚是不是没睡好啊？如果是私事儿，就不要再说了；如果是公事儿，请到办公室里说。不是，方总监，我是说那个，您妆化了，那这边。方总监，你还没吃饭呢吧？您把这份吃了，一会儿我再去买一份。不用了。你来了。啊。王先生好点了吗？我给你带了点饭，你趁热吃了吧。谢谢。你想干嘛？什么？我想干嘛？我就是看你们累，单纯请你们喝一杯奶茶。所以没什么事求我们哈？没有。那我们回去加班了。别！我其实有一个小忙需要你们帮助。你看，天下果然没有白喝的奶茶吧？安宇，你怎么变得跟老少一样了？不开玩笑了，说吧，是不是？其实呢，也没什么大事儿。我要跟来求婚。哦，天哪！你要求婚？什么时候决定的？所以你需要我们帮你什么忙？我需要你们到时候配合我一下。当然啦，尽管开口，全力配合。你们一会儿去哪儿啊？去江边。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。最近不是压力大吗？我带你散散心。就我们2个人吗？啊，安宇老少最近不是都忙着呢吗？你还做了个发型？我洗完之后随便抓了抓。还喷了个香水。衣服柔顺剂的味道吧，应该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也该来了吧？他们来了。慢点。听到音乐了。什么惊喜啊？要这样？准备好喽。3、2、1。
挥着你的画笔，模糊又清晰的你，风吹过你的长裙，你想绘出来的诗句，让我沉醉的聆听，静静的聆听清风和你，抹去纯真的橡皮，问自己，执着的依旧是你，是你刺破黑暗，奋力长出新的羽翼，带我触碰一笔一笔挥不出的剧情，望着你太痴迷，不停息，无意间翻开抽屉里珍藏的你的画迹，虽然久违的你不知在哪度过四季，许久未见的友谊，许久以后的爱情，让我沉醉的倾听，静静的聆听清风和你，抹去纯真的橡皮，问自己，执着的依旧是你，哦，是你刺破黑新来啦，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听不见，大声一点。进来了，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愿意？无意间翻开抽屉里珍藏和你的画迹，虽然久违的你不知在哪度过四季，许久未见的友谊，许久以后的爱情。恭喜你们！恭喜求婚成功！来，俺们乡亲们，让我们共玩八对八龟，都在这回。我之前一直跟着老邵来到这个无依无靠的地方，我一直感觉自己没有家，没有安全感，没有方向，没法扎根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因为我在这儿找到了我的家，以后我就是有媳妇儿的人了。来，敬你哦！恭喜你凯哥，恭喜来来，恭喜你们！我觉得我此刻已经站到了人生的巅峰。听我讲，什么叫巅峰？最爱的人在身边，最好的朋友们在对面。我爱你们，更爱你。嘿嘿。此刻我们都是最幸福的人。你的名字就是唯一答案。这一秒多想要用心跳和你交换，从此刻到余生的陪伴。藏起的浪漫，平凡的灿烂，你的名字就是唯一答案。真想不到，我歌曲里面还藏着这么多事儿呢。
照顾好他，有什么需要的，随时告诉我。好，我会再来的。今天就先走了。啊，对了，安宇，之前你发给我的合同，我都看了，没什么问题，找时间签了吧。好。嗯，去吧。从小就和米露认识，他家就住在我家隔壁。中间是米露妈妈好朋友的孩子，家里出了意外。那他们俩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？和周岩之间的交易，米露一点都不知道。那时候，我的公司一直在亏损，周岩就给了我一笔钱，好让我出国看病。我呢，就答应了他一个梦，凭着金融钱往后头一晃，我就按照周岩的计划，迅速的起诉了金池金融。爸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和周岩在一起就好了，也不会被他利用，不会有后来发生的这一切，也不会害了你。董事长，今天是你父亲生日，我想来看看老朋友。王开在走之前，把这一切告诉我，我就不能再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你打算去找周岩对峙？我很想问问他，为什么是我？他机关算尽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就只是为了得到今天这一切吗？即使知道了答案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一个虚伪的人可以为他的欺骗找上百种理由。你要企图从他嘴里听到什么呢？您说的对。您说说，您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先看看这个，这是我跟你父亲创办卓越的时候，你父亲持有的股份，他把这些股份都留给了你。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呢，一直存在银行里，因为它设定的生效日期是20年，所以刚刚到期。你父亲的持股量在当年所有权的股份当中是占有了1/3左右。这些年虽然不断的有新的投资商进场，一直在被稀释，但是折算下来还有接近10个百分点左右。这个是律师电话，具体情况你可以跟他再沟通。为什么我爸之前从来没有提过？卓越过去的规模很小，这些根本就不值钱，再加上你父亲走得太突然，可能也没来得及跟你交代吧。不过这都已经不重要，你现在已经是卓越的股东了，这就是你的筹码，足以击溃周岩的筹码。我不太明白。我有个计划，可以从周岩手里拿回你和你父亲失去的东西，但需要你的帮忙。什么计划？周渊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你啊？而且是以孩子的名
他这个人狼子野心，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吞并卓越。对他来说呢，能得到你手里的股权，那胜率就会大很多。所以他一定会主动找你，跟你提出他的想法。而你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先拖住他，假意答应他会把股权卖给他，不要露出任何破绽。剩下的就交给我，咱们两个一定可以联手为你父亲报仇雪恨。宝贝，慢点吃，来，喂，擦擦嘴，擦一下。这是爸爸，我吃饱了，我想去那边玩。好，去吧，小心点啊！慢点啊，小心点。别离开我的视线啊！你有没有发现依依越来越喜欢你了？小孩子嘛就是这样，谁对他好，他就对谁好。依依平时其实还挺怕生的，不过对你，刻在血缘里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。你还记得吗？3天前是我爸的生日。爸要是还活着的话，该60大寿了吧？改天我陪你去看看他。不必了。当年爸走的时候，我也没能陪在你身边。现在想起来，我真的挺惭愧的。前2天我收拾家的时候，翻出了我们结婚的视频。当时我跟爸爸说过我要好好照顾你一辈子，可是我没做到。我对不起爸爸。不过我会在今后的日子里把以前没有做到的都补回来。喂，董事长，智能课桌的专利出问题了。怎么回事？我把今天的会议资料发给您，我马上过去向您汇报。啊，好。董事长，你们这边的合同已经签了？合同刚拿下来，就爆出了电子屏专利之前被和源科技抢注了。和源科技，和硕。电子屏的技术问题才刚刚解决，本来马上就要投入生产了。王子睿那边给我的反馈是，他们一直在进行自主研发，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。但是这种专利被抢注的现象，在法律上是很难界定的。如果打官司，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，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损失，但是我们掏不起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这件事儿我会想办法解决。董事长，那这个项目正常跟进，专利方面我会再想办法。好，那我先出去。
一是不是还挺喜欢跆拳的？小孩子嘛，对新鲜的事物总是充满好奇。哪止小孩子啊，你以前不也挺爱折腾的吗？你忘了你还学过什么大提琴、烹饪、爵士舞，有段时间还学过了木工，还做了把椅子回来，你忘了？以前的事情你还记得那么清楚？我觉得你很快就可以回到过去的生活了。爸爸，我累了。累了先休息会儿啊。哦，对了，爸之前跟我说过，他创立卓越的时候有30%的股份，后来他离开卓越了，这些股份就留给你了。卓越的股份，我记得当时这些股份好像设置了20年的期限，现在这时间是不是快到了啊？你注意点电话，可能会有人给你打电话的。一，怎么突然想起跟我说这个呀？哎，起来喝点水啊！有了这些股份，不就不用那么拼了吗？这是我跟你父亲创办卓越的时候，你父亲持有的股份，他把这些股份都留给了你，这就是你的筹码，足以击溃卓越的筹码。我有个计划，可以从周渊手里拿回你和你父亲失去的东西，但需要你的帮忙。谢谢啊，谢谢你关心我的生活。喝水。不累啊，不累再跟爸爸打一会儿，起来。来，跟爸爸打啊。先生，这边请。何总，好久不见。林董，坐。打电话的人跟我说，卓越的负责人来跟我聊智能课桌专利的问题。我没想到林董亲自来找我聊啊。这样不是效率更高吗？这样心急，不像林董的风格。我就一个诉求，尽快解决，尽快恢复生产。林董直截了当，我喜欢。那何总开个价吧。卓越在智能课桌这个项目上的投入，我也略知一二。我帮林董算过了，这个数字不亏。成交。但是卓越现在没有那么多流动资金。林董，你先别着急。我呢，会有同等价值的卓越股份来做支付。林董就这样把卓越的股份拱手让给我。我说，我就一个诉求。恐怕林董的诉求没有这么简单吧？何总，如果你能再帮我一个小忙，就更好了。阿姨，看，这是一个刚才一个小哥哥送给我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还是好朋友了呢。你这么快就交到好朋友了？阿姨，你和爸爸是好朋友吗？依依，爸爸和阿姨不能拿好朋友来形容。那是。反正以后依依要把阿姨当成我们的家人一样，好不好？哦，那我会经常见到阿姨吗？嗯，只要依依想我，阿姨就会马上出现在依依的面前，好吗？好，我们拉个钩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
依依，还不快跟漂亮阿姨说拜拜！漂亮阿姨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天很开心。嗯，那下周末我再来接你。好。依依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如果周渊是为了安家的家产，有必要做的那么绝吗？抛下自己的青梅竹马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生子，然而米露却跟着接受这一切，忍了那么多年，到底图什么呀？明明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能力，却陪着周渊演着这一切。哎，小一，我在这儿。你帮我查一下关于卓越集团的资料。好的。萧峰，喂，凯哥，你帮我查一下一个叫萧峰的人。董事长，你找我？一米资本这家公司，你还了解多少？董事长，我知道前段时间我的工作出现了很多失误，我一直在反思。一有时间我就找史蒂文交流工作上的一些年轻人的方法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了？嗯？一米资本的资料可都是你帮我查到的。董事长，其他的事情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把这个签了，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5年内不能进驻其他的金融公司，不能透露有关一米和周渊的任何情况。你还有另一个选择，再拿一份一米资本的计划书给我。你在玩什么？去吧。董事长。
哪个包间啊？来了来了！哎呀，到门口了，到门口了。许静呀，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不接，发那么多消息你不回，这是蹭吃蹭喝完我的就跟我玩消失是吧？哟，是找到下家了呀？看这白白嫩嫩的还挺帅啊，这装扮还是个有钱的主儿。你喜欢这种啊？怎么着？今天这顿谁请啊？嗯？你请？滚！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你算老几啊？你说我啊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我说让你滚！再说一次，你他妈算老几？你给我等着！这是你之前约会的人？是，这种人大可不必吧？可是我就只能接受到这么 low 的人啊。你很好啊，可是你会和我谈恋爱吗？刚刚谢谢你啊，我准备回老家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不回来了。我是想明白了，李信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值得我留恋的。不想让自己这么累。不回来？挺好。我要升职了，升了职之后，我们俩的距离会越来越远。对啊，哎，恭喜你啊！你现在打电话让我帮忙，怎么了？没事。我不知道你做了这个决定啊，恭喜你。什么时候走？过几天吧。不过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。你问。你想问我有没有喜欢过你吗？没有。真的没有。好，最后就散伙饭了吗？喝一杯吧。喝。
萧峰的资料。这个萧峰也是卓爱的创始人之一，他和林展宏还有安文斌当年都是特别好的兄弟。后来可能是因为经营理念不合，3个人就分道扬镳了。最后，林展宏自己留守卓越，他和安文斌都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公司。不对啊，有那么好的起点，怎么会选择跳楼这一步？后来的资料就太少了。不过据说这个萧峰投资理念非常激进，连续投了2笔全赔了。再后来他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，整个人像疯了一样，把所有的钱全部投入到了股市。他甚至借着高利贷的钱来做3倍杠杆。再后来的事你就都知道了。不过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这个，看这个。在萧峰跳楼的同一天，安宇的爸爸安文斌带着一帮债主上门避债，和他的跳楼几乎是同时。萧峰，他有家人吗？他结婚了，还有一个儿子。不过他老婆当时的身体状况就不是很好，在他自杀之后，过了没多久，病情严重就去世了。那他儿子呢？我一直查不到他儿子的消息，我甚至连当地的福利院、孤儿院我都去问过，但是始终查不到他儿子的消息和线索。哎，我这给你跑了1天，你就这么回去了？周渊的过去，能够查到的资料少之又少。难道是因为他有另外一层身份？父子？复仇？萧峰自杀的日期是1月5号，也就是2天后。喂，小丁，有件事我需要你帮忙。什么事？后天，也就是1月5日，我需要你帮我全天盯紧周渊的行踪。什么联？记住我说的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不能动你的一根手指。让我抱一会。你说好。还没有睡啊？你不也还没睡吗？有心事？有这么明显吗？
对了，我想去参加这个比赛，你觉得我可以吗？怎么会突然想参加这个比赛？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带我去练泰拳的时候？当然记得啊，那个时候我一不小心还挂彩了。那个时候我在卓越还没有过试用期，压力特别的大。你告诉我，工作除了努力，还需要一些毅力。所以之后我去练泰拳，练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。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只要你愿意说，我都会听。既然你想参加这个比赛，那我一定会100%支持你。安宇，加油！跟喝一杯吧。这罐是我的。走。一共8个人参赛，若是想拿冠军，至少要赢3场比赛。虽然这是业余比赛，但历届的水准还挺高的。那些都是参赛选手，看起来也很专业。如果你现在想退出，还来得及。怎么可能？至少气势上不能输。安安姐，邵总，小米，你也来参加比赛啊？对啊，前辈一会儿多多指教了。哎，我怎么就变前辈了？我第一场拳是你跟邵总带我打的，算是我的联络人。第一组对战选手安宇、周敏，请准备。这也太巧了吧！第一场比赛就是我们俩。这真的是太巧了吧！安安姐，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，我可是不会让着你的。我也一样，我也不会让着你。我们场上见。场上见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好。加油！后脑勺、胸部、背部不可以用力击打。OK。box。安安姐，肿成这样了，
没事儿，都是小伤了。刚刚还在跟你夸口说我不会留情，没想到转眼就打脸了。教练之前就说我不会留劲，不过我觉得你进步也很快。我刚刚是有感受到你的力量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而且我觉得你现在呈现出来的状态和之前完全是两个人。其实今天是我爸爸的生日，我本来想用这场的胜利告诉他，他女儿已经走出来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说了也没什么，反正他知道他女儿已经尽力了。就是已经走出来了嘛，输赢也不重要。所以这就是你说的特殊的意义。对啊，那你呢？你不是说这场比赛对你来说也是有特殊意义的吗？我是要做一个决定，很重要的决定，想靠比赛找到勇气吧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，要加油！加油！喂，突然出门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出去一趟，要不然你先好好回去休息。那我先回去了。